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1606还有3308王国，他们到底有多少玩家离开了，又有招募多少的玩家进来。但是在说那件事情之前呢，先补充一下昨天影片没有讲到的东西，就是我才发现到我影片发布之后呢，这里才出现了王国组队的情况。我是很确定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是有点进来，但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的。但是关于组队的部分呢，又有不少玩家表示反对抗议了，就是你们可以看到606王国跟1365他们是属于 A 王国，并不是先锋王国，也就是 S 等级。那我们也是一样从这边排行榜的顺序开始看起，首先就是3308王国的话肯定是在 S 等级啊，因为他们这个王国的实力真的是太高了，所以不可能会出现在 A 王国的。像拿这种 S 等级的王国的话，也就表示说他是没有其他的队友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就有包括2359第二条路线，但是我们回来看这边的数据的时候，可以看到2359其实是在1365之下的，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它这个到底是怎样计算的。因为可以看到1365跟2359其实他们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很接近的，但是官方是把他们判定为 S 等级王国，可是1365就是在 A 等级。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还有包括什么其他的王国，就连1052也是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了。还有包括1228，哇，1228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了。606他们也是安排在 A 等级王国，606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我已经去看过了他们的玩家人数，还有他们在这边排行榜上的位置呢，其实偏比较低一点啊，所以算 A 等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359那个就不太能够理解。还有包括1718也是在 A 等级，1719也是，1786也有参加 KVK， 还有包括2010、2779等等这些王国，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下面都是一些比较新的王国，当然除了 A 等级之外，还有包括 CD 组的王国，但是 CD 一般不会跟先锋王国还有 A 等级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不看 CD 组了。那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下关于1606跟3308的情况。OK， 那么这边的名单呢，我全部都是整理了3308的玩家，有哪一些是已经移民离开了，有哪一些是移民进入了3308，这边全部都有数据可以给大家看。那首先呢，左手边这边的列表是之前的，就是俄罗斯父子还没有移民过来之前的数据，然后这里是他们在报名 KVK 前一天的数据，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左手边的列表啊，有一些红色名字，有可能是他们换了名字，又或者是他可能已经移民了，像 Sergeant 这边也是换了名字，但是他依旧还是在3308里面没有离开的。像这个玩家也是换了名字，换名字的玩家其实还挺多的，所以不排除他们可能是换了新的号族，也有可能是单纯换名字，就比方说像这个 Crash 他的名字是相似的，只是前面再加多一个人的名字上去吧。还有这个 Wow Jebaka 也是一样变成 Mr. Jebaka。至于移民离开的玩家究竟有多少个呢？就只有这些而已。而且你们可以看到移民离开的玩家其实他的战力不算特别高，这个是他们当前战力，这个是他们历史最高战力。如果是说战力最高移民离开的玩家呢，就只有 CK 这位玩家，他是已经移民离开了，他有 1.5 亿。然后有一位玩家 LK， 他是有8900万的战力的，剩下的全部都是5000万。但是他们这些玩家离开了之后换来的就是更高战力的玩家。至于为什么最后两个是黑色呢？就是他们在报名的前一天才移民过来3308，就是 last minute 啊。Goldfish King 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担心他会不会有资源加速的问题，因为他之前在2489那边打了这么长时间，依旧还是有很多资源加速，所以相信他书包应该还是挺充足的，而且当地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提供他资源的玩家啦。至于这位玩家的话，我就不确定了。这里战力最高就是俄罗斯父子啊，你们也可以看到有27亿的战力，然后剩下的玩家就包括这一位玩家其实就是之前2489的玩家，当然他在更早之前呢其实是来自2377的，他是已经移民过来3308跟俄罗斯父
父子相聚了。然后 Achilles 他这个账号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买了新的账号，因为可以看到他原本在之前数据的账号的时候呢，他名字是已经换成了 Baga， 就是他可能把账号给卖掉了，这个账号就有 1.8 亿。然后他现在有另外一个账号叫 Achilles Mayan， 这个战力就比较高一点，就有 2.3 亿。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可能把那个旧的账号卖掉，然后再买一个新的账号来继续自己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 Euro QX 也是有2亿战力，秦 Vipero 这个也是有2亿战力， Black Hawk 有 1.5 亿。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3308他们的王国数据呢会变得这么高。当然他们除了战力变高之外，击杀也是有变高啦，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呢真的很像当年巅峰时期的2377了。如果是算玩家总数有超过8000万战力的话，一共是有150亿位左右。那这个最后7000万战力的这2位玩家我们就不计算了，只是计算上面而已，也算是挺多了。当然不排除他们在前置的时候可能会再提升战力啦。至于他们的联盟击杀呢，总共有 3.2 兆，也是算挺多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解散不是唯一的重点，他们也有可能会复活的。那除了3308这边的情况之外，刚刚还有提到就是606的情况嘛，因为606那边呢其实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离开了。这里也就是我所制作606的数据，可以看到绿色名字这些玩家呢全部都是刚移民进来的玩家。那你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玩家进来了，这里我总数算下来他们的数据，移民进来的玩家就只有这一排，但是移民离开的玩家有这么多，就是比移民进来还要更多了。所以就是讲他们之前的玩家的体量其实是减少了，就是人数少了不少。但我这边的数据其实是做他们刚好 1v3 的 KVK 结束之后就做的记录，还有记录最新的记录，所以它中间可能是相隔了4个月左右，就会有不少玩家来来回回，所以他们有不少玩家离开也算是正常啊，毕竟也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包括他们 1v3 的时候，可能有些玩家已经是把自己的账号都打废了，所以就选择移民去其他的王国，或者是离开这边也说不定。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大多数移民离开的玩家，他们选择的王国都并非是先锋王国，还有3308也是有一个，但是这个是 Fluffy Pony 的账号啊，就被这个玩家给买走了。然后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比较惊讶就是之前 AD 的账号他原本是给伊嘎瓦了，但是后来 AD 又拿回这个账号了，又改回原本的名字，只是后面再加上王国的名字。难道说 AD 他又回来玩这个游戏了吗？因为如果你们去搜索他这个账号的话，其实在游戏中是可以看到他把头像把照片那些全部都换回来了，所以就证实说他之前那个账号确实只是给伊嘎瓦去暂时玩一玩，他本人是完全没有弃坑了。但是他之前就跟我说他已经不玩了，所以我已经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玩还是不玩，我也不想要去问他这个问题啦。那不管怎样呢，还是很欢迎他继续留在这个游戏里面玩啦。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玩家呢，他们是已经移民到1365还有2489了，这里你们可以看一下有包括哪一些玩家，然后移民到2489的有哪一些玩家，而且他们移民过去好像都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 Toxic， 因为我在上一次 KVK 都已经有看到他的名字了。然后有2位玩家移民到1126，在606其实还有3位玩家，但是已经没有登录了，战力都是有超过1亿的，所以不确定他们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已经是点不开他们的账号，看不到详细的资料了。但是移民进来的玩家其实他们的战力也算是挺多的，你们可以看到3亿的玩家就已经有2位了，然后剩下的玩家都是有超过1亿战力，只有3位玩家是没有超过1亿战力的。但是离开的玩家其实战力也是挺多，只是光靠这一排算下来的战力呢就已经有34亿了，但是这边离开的玩家只是这一排而已，算起来也是有34亿了，所以离开的玩家依旧还是比进来的玩家还要更多。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606已经不是在前3的位置了，之前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在前3呢，好像不懂排第3名还是第2名呢。目前联盟拥有的战力有190亿，然后他们的击杀也有30亿，但是根据他们 KVK 的这边报名位置来看的话，他们在 A 王国对于他们来讲是好的情况啦，至少他们不用自己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是跟1719在同一个阵营啊，就是2个 A 王国组成在一起啊，所以相信他们这个阵营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也是挺强的。1365的话就是跟1718，所以有很大可能1606跟这个365
的阵营可能会去打2359跟3308，各自在一个阵营啊，这样就会有人数上的差距，不知道他们这边要怎么搞。我们先回来继续讲完这个1606他们这边玩家的活跃度。那现在他们玩家已经流失了很多嘛，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呢就剩下136位，其实也算是挺多了，但是比较起3308还是差蛮多，因为他们有150位左右。但我还是像刚刚那句话所说那样子啊，虽然他们是变成 A 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有好处的，至少有盟友跟其他的王国组队在一起的话，压力也不会这么大。那这里再说一个题外话，我比较好奇就是 Chasky 他要怎样去打 KVK 因为他自己在606有账号，他在2359那边呢也是有账号，但是2359那个是他的小号啦，所以我不确定他到底要怎么玩，有可能2359那个账号他就不玩，只是玩他这个账号也说不定，反正这个情况很尴尬啦。这个就是他在2359的账号也是有意义战力啊。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这里各位在看了1606 3308的移民情况，还有包括 KVK 的组队情况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至于1093跟2489的移民情况呢，可能要等到他们差不多要接近匹配或者是已经报名 KVK 之后我才会更新给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他们在这一段休息的期间呢还是会招募一些新的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啦，这个之后我会再更新。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